云海翻涌，万顷天光，漫过层层叠叠的须弥山巅，细碎的金色光晕，流淌在琉璃铺就的天道宫殿之上。微风拂过天界梭罗树，飘落漫天剔透的花瓣，空气中常年萦绕着清雅绝伦的妙香。这里是三界众生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终极净土，是世人穷尽一生积功累德，想要奔赴的无上福地。古往今来，无数修行者日夜精进，持戒行善，世人勤恳向善，积福修身。所有人的终极向往无一例外，都是转生天道，位列天人。在凡夫众生的认知里，天人是世间最圆满的存在，他们无病无灾，无苦无痛，容貌绝世，身姿曼妙，衣食珍宝，随心显现，坐拥无尽福报，万年寿元，不必为三餐奔波，不必为疾苦烦忧，不必为离别伤怀，坐拥天地间最极致的享乐与尊贵。几乎所有人都笃定，一旦往生天道，成为天人，便是挣脱了人间疾苦，跳出了世间牢笼，获得了真正的永恒自由。可千百年来，无数得道高僧、通透智者，翻阅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，关照三界六道的真实运转，最终道出一个颠覆所有人认知、令人脊背发凉的终极真相：天道从不是解脱之地，天人从未拥有真正自由。看似至高无上、福报圆满的天人，实则是三界最光鲜、最可悲的囚徒。世人穷尽一生奔赴的天堂，不过是一场精致又漫长的牢笼幻境。无数天人坐拥无量福报，却终生身不由己，被业力裹挟，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，无法挣脱轮回的枷锁，甚至比凡人更难解脱，更难修行。绝大多数天人终其一生被困在天道的浮华幻境中，耗尽累世福报，最终难逃堕落轮回，坠入恶道的结局。很多人终生不解，天人福报滔天，善业圆满，为何偏偏无法自由？为何越是身处高位，福报深厚，越难挣脱三界桎梏？佛经之中早已暗藏三界最隐秘、最残酷的终极真相，这也是所有修行者必须看透，所有世人必须警醒的天道密码。苍茫三界六道轮回，凡夫看的是表象的苦乐尊卑，智者看的是本质的业力束缚。人间众生困于衣食，困于情爱，困于得失，困于生死，饱受生老病死，求不得爱，别离怨憎，会五蕴，炽盛八苦折磨。人人都以为这是世间最大的苦难，人人都以为摆脱人间疾苦，往生天道便是终极解脱。可很少有人知晓阿舍自由的本质，从不是拥有无尽享乐、无拘无束的外在境遇，而是拥有掌控心念、破除执念、斩断轮回、自主修行的选择权。而这份最珍贵、最核心的选择权，恰恰是天人穷尽所有福报都无法拥有的东西。深山古刹之中，云雾缭绕，松涛阵阵，一位潜心修行10余年的年轻弟子，终日打坐、诵经、持戒行善，日夜精进，不敢懈怠。他积德行善，广结善缘，修为日渐深厚，却心中始终藏着一份难解的执念与疑惑。这一日，雨落青山古寺清幽弟子焚香跪拜，在得道高僧身前神色虔诚，眼底却藏着深深的迷茫与焦虑。他躬身问道：“师父，弟子常年诵经持戒，行善积德，日夜精进修行，所求的不过是脱离人间疾苦，往生天道，得一世安稳自在。世人皆说天人圆满无苦，逍遥自在。可我近日翻阅佛经，见诸多诸佛菩萨、古德先贤，皆言天人不得自由，难逃轮回。弟子心中万般不解。天人福报滔天，善业具足，身居三界上层，无灾无难，无忧无虑，为何依旧无法获得真正自由？天道众生究竟被困于何处？”高僧静坐蒲团之上，双目微合，神色沉稳慈悲，静静听完弟子的困惑。山间细雨淅沥，钟声悠远回荡良久。高僧缓缓睁眼，目光澄澈，通透看透三界虚妄，淡淡开口，一语道破天机：“汝见天人之乐，皆是虚妄表象，
汝不见天人之苦，皆是轮回真相。世人慕天道繁华，殊不知人间是修行的道场，天道是享乐的牢笼。人间众生苦，却有解脱之机；天人众生乐，却无修行之权。这便是天人不得自由的根源。弟子闻言，心头巨震，眉头紧锁，满脸难以置信。他修行多年，一直坚信往生天道是修行的重要福报，是脱离苦难的象征，从未想象过人人向往的天道竟是困住众生的牢笼。他连忙追问：师父，为何人间疾苦重重，反而有解脱之机，天人福报圆满，无忧无虑？为何反而失去自由，无法修行？其中深意还请师父开示。高僧抬手示意弟子起身，目光望向窗外缭绕的云雾，缓缓道出：三界隐藏千年的终极秘密揭开，天人不自由的三大残酷真相，层层拆解世人从未看透的天道幻境。第一重真相，福报过剩，磨灭修行之心，让天人沉溺幻境，被动沉沦，失去精进的动力自由。佛经有言：人生难得佛法难闻，中土难生善友难逢。世人总觉得人间苦难是修行的阻碍，可殊不知，人间所有的疾苦缺憾、磨难坎坷，恰恰是唤醒本心、破除执念、精进修行的最大助力。人间众生一生皆在得失苦乐、聚散祸福之中辗转，贫穷疾苦，让人心生出离之心，不愿沉沦俗世，渴望解脱自在。生老病死，让人看透世事无常，放下执着贪念，懂得敬畏因果。人情冷暖，让人看破虚妄浮华，坚守本心正念，精进修行向善。正是因为人间有苦有缺憾有磨难，众生才会心生警醒，心生敬畏，心生出离，才会主动诵经行善，修心修德，主动挣脱俗世的欲望与枷锁，奔赴真正的解脱大道苦难，是人间众生最好的修行催化剂。缺憾是众生精进向上的核心动力，可天道众生恰恰缺失了这份最珍贵的苦难加持。天人自降生之日起，便自带无量福报，世间一切美好唾手可得，无需奔波劳作，自有琼楼玉宇，锦衣玉食，无需刻意求索，自有珍宝无数，喜乐无边，无需经历离别疾苦，常年安稳顺遂，身心安乐。他们的世界没有贫穷，没有病痛，没有离别，没有挫折，没有坎坷。目之所及皆是繁华，身之所感皆是喜乐，极致圆满的福报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慢慢磨灭了天人心中所有的警醒、敬畏与出离之心。对于凡人而言，修行是逃离苦难、摆脱轮回的救命稻草；可对于天人而言，修行是可有可无的多余之事。他们无需依靠修行摆脱疾苦，无需依靠行善改变命运，无需依靠修心化解烦恼。极致的安乐让他们彻底丧失了精进修行的动力，彻底沉溺在天道的浮华幻境之中。世人以为无苦即是自由，可真正的自由是拥有主动觉醒、主动精进、主动蜕变的能力。天人被极致的福报包裹，被永恒的安乐裹挟，看似无忧无虑，实则被安乐牢牢禁锢，心念沉沦，本心蒙蔽，终生困在享乐的牢笼中，无法自主精进，无法主动修行。这便是第一层不自由，心念的不自由。纵观三界六道，越是境遇顺遂、福报深厚的众生，越难觉醒修行；越是历经磨难、饱经沧桑的众生，越容易通透本心，精进向善。人间的苦是觉醒的契机，天道的乐是沉沦的根源。天人坐拥万千福报，却唯独失去了觉醒精进的动力，这是世人看不见的天道悲剧。第二重真相，寿元漫长，消磨觉知本心，让天人荒废光阴，透支福报，没有觉醒的机会自由。世人极度羡慕天人的无尽寿元，凡人百年转瞬即逝，而天人的寿元动辄千万年、亿万载。层级越高的天道，寿元越是绵长，在世人眼中，这便是近乎永生的极致自由。可佛经清晰记载，
寿元绵长从来不是天道的福报，而是天道最大的枷锁。人间众生寿命短暂，短短数十载光阴，弹指一挥间。正是因为生命短暂，众生才懂得珍惜光阴，敬畏生命，及时修行，积功累德。我们深知人生转瞬即逝，世事无常变幻，所以才会急于修心向善，破除执念，积累福报，生怕虚度此生，空留遗憾。短暂的寿命时刻提醒着世人无常的真相，督促着世人精进不怠，觉醒不辍。可天人截然不同，千万年亿万载的漫长寿命，对他们而言不是恩赐，而是无尽的消磨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千万年的安稳喜乐，一成不变的繁华幻境，让天人彻底丧失了对无常的觉知，丧失了对轮回的敬畏。他们看不到生命的尽头，感受不到时光的短暂，体会不到轮回的残酷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享受福报，沉溺享乐，日复一日，重复着安逸奢靡的生活，荒废掉无尽的修行时光。很多人不解，漫长的寿命为何是枷锁？因为阿叔真正的自由是把握当下，精进蜕变，日日新生，而不是在一成不变的安乐中浑浑噩噩，虚度余生。凡人一生虽短短100年，却可以历经磨难，看透无常，觉醒本心，精进修行。哪怕此生未能解脱，也能积累善根种，下慧种，为来世解脱铺垫根基。短短100年，胜似天人亿万虚生，而天人坐拥亿万载光阴，却终生浑浑噩噩，沉溺幻境，虚度福报。他们的时光没有精进，没有蜕变，没有觉醒，没有成长，只有无尽的享乐与沉沦。漫长的寿元慢慢消磨掉他们的觉知、本心与慧根，让他们在安逸中彻底麻木，在浮华里彻底沉沦。他们看似拥有无尽的时间，却没有自主掌控时光，利用时光修行觉醒的自由。亿万载光阴尽数用来透支，累世积攒的福报耗尽之后，便只能坠入轮回，堕落恶道，毫无转降余地。这是天人第2层更深的不自由，时光的不自由。第3重真相，业力锁定禁锢轮回出路，让天人福报耗尽，必然堕落，没有命运的选择自由。这是3界最残酷、最颠覆认知的终极真相，也是绝大多数人，甚至多数修行者都不曾看透的天道本质。它是所有转生天道的众生福报，皆是定额式消耗，而非永恒式拥有。天人的福报是累世行善积德的变现，是固定的业力果报，一旦耗尽，即刻堕落无人能够例外。阿杜使人间众生身处娑婆世界因果循环，灵动多变，今日行善，今日积福，今日改过，今日消业，日日精进，日日增福。人间的修行是动态的、可变的，众生可以通过持续行善、修心改过，不断积累福报，化解业障，不断改变自己的命运轨迹，拥有无限的成长与蜕变空间。哪怕此生罪孽深重，福报浅薄，只要心生忏悔，知错能改，精进修行，便可以消业增福，扭转命运，积累善根，未来依旧有解脱成佛的机会。哈斯斯，人间众生拥有改变命运、突破自我、跳出轮回的选择权，这是人间最珍贵的自由。可天人完全没有这份选择权。转生天道的众生依靠的是过往累世积累的固定善业，这份善业是恒定的、有限的，是一次性兑现的福报。天人往生天道，本质是阿叔消耗过往善业，兑换一段漫长的安乐时光，而非获得了永恒的解脱与自在。在天道的千万年、亿万载时光里，天人阿堵无法积累新的大善业，无法破除根本执念，无法忏悔过往业障，无法提升修行境界。为什么？因为修行的核心是破除贪嗔痴，放下执念，降服妄心，精进向善，而修行的契机必然依托于苦难、挫折、诱惑历练。天道无苦无难，无惑无扰，无魔无障，没有磨难可供历练，
没有挫折可供成长，没有诱惑可供修行，没有困境可供破局。天人处于绝对安乐的环境中，心念麻木，执念深重，妄心不息，终日沉溺享乐，执着浮华，不仅无法积累善业，破除业障，反而会在享乐中滋生新的贪嗔痴念，积累新的细微恶业。这就造就了天道最无解的宿命：福报只减不增，业障只增不减。所有天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，命运就已经被业力彻底锁定，只能被动消耗过往福报，被动滋生新的业障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看着自己的福报一点点消耗殆尽，看着自己的业力一点点层层叠加，却无能为力，无法改变，无法突破。他们坐拥三界最尊贵的身份，最极致的享乐，最漫长的寿命，却唯独没有掌控自己命运，改变未来走向挣脱轮回枷锁的自由。当天人累世积攒的福报彻底耗尽，过往潜藏的恶业即刻现前，没有任何缓冲，没有任何转机，没有任何救赎。曾经高高在上、逍遥自在的天人，会瞬间从天道坠落，根据自身残存的业力坠入人道、阿修罗道，甚至地狱恶鬼、畜生三恶道，万千繁华一朝归零，亿万年福报尽数消散曾经的无上尊贵，转瞬沦为六道凡夫，甚至饱受恶道疾苦。佛经中记载无数天人堕落的典故，无数天人临终之时都会出现五大衰相，身心煎熬，惶恐不安，看着自己即将堕落轮回，却毫无办法，无力逆转。亿万载安乐终究抵不过一朝业力现前，这便是天人最可悲、最彻底的不自由，命运的不自由。听到此处，年轻弟子浑身震颤，心头大骇，久久无法平复心绪。他修行多年，一直将往生天道作为修行的重要目标，始终向往天道的圆满安乐，从未想过世人追捧的天道竟是一座精致的业力牢笼，看似圆满逍遥，实则处处禁锢。弟子躬身叩首，声音带着几分敬畏与恍然，继续问道：师父，弟子今日才知天道虚妄，天人可悲。安乐是沉沦之因，福报是堕落之基。可世人大多愚昧无知，穷尽一生积德行善，只为奔赴天道幻境，终生执着福报，贪求安乐，这便是世人修行最大的误区吗？高僧微微颔首，神色肃穆道出：世间众生修行最致命、最隐蔽的两大误区，也是无数修行者终生无法突破、无法解脱的核心障碍。世人第一大致命误区：错把福报当解脱，错把安乐当自由，本末倒置，直虚为实。绝大多数世人，甚至多数修行者，修行的初心从来不是破除轮回觉醒，本心成就菩提，而是贪求福报，执着安乐，追逐福报变现。行善是为了求富贵、求顺遂、求平安；诵经是为了消灾解难、积攒福报、顺遂人生；修行是为了脱离疾苦、往生善道、享受安乐。所有人的修行都带着极致的功利心与执着，心所求的不过是世俗福报、天道安乐。众生误以为福报圆满、无苦无难便是解脱，身居善道、享乐无忧便是自由。可世人始终不懂，福报是轮回的滋养，绝非解脱的根基；安乐是沉沦的诱因，绝非自在的本源。天道是六道轮回之中的善道，依旧在三界牢笼之内，依旧受业力支配，受轮回束缚。往生天道只是换了一个更舒适、更精致的轮回居所，从未跳出六道，从未挣脱三界，从未获得解脱。你执着福报，福报便会困住你；你贪求安乐，安乐便会消耗你；你追逐天道，天道便会沉沦你。无数修行者终生精进，积功累德，最后换来的不过是一场天道幻境的沉沦，福报耗尽，堕落轮回，白白虚度无数世修行机缘。这是世间最可惜、最可悲的修行。遗憾世人第二大致命误区：畏惧人间疾苦，逃避俗世。
磨难不知苦难是修行唯一的破局之路。哈是众生皆厌弃人间八苦，畏惧坎坷磨难，总想逃离疾苦，规避挫折，追求顺遂。可恰恰是这份逃避苦难、贪求安逸的执念，让无数众生终生无法觉醒，无法解脱。高僧陈升说道：三界之中，唯有娑婆世界是唯一的修行道场，唯有人间疾苦是唯一的觉醒契机。极乐世界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无苦无难，清净圆满，众生福报深厚，心念清净，却无磨难可历练，无执念可破除，无业障可忏悔，故而速成极难。天道世界安乐圆满，无忧无虑，众生沉溺享乐，麻木沉沦，更是毫无修行之机。唯独我们身处的娑婆人间，苦乐交织，善恶并存，得失相伴，聚散无常。有疾苦唤醒本心，有磨难锤炼心性，有得失破除执着，有无常警醒修行人间的贫穷，修我们的知足之心；人间的病痛，修我们的敬畏之心；人间的离别，修我们的放下之心；人间的坎坷，修我们的坚韧之心；人间的得失，修我们的通透之心。所有让你痛苦、让你烦恼、让你焦虑、让你煎熬的境遇，都是上天赐予你修行蜕变、破除轮回的绝佳机缘。可世人愚昧，人人避苦趋乐，贪福避灾，拼命逃离人间磨难，拼命追逐天道安乐，最终看似积累了无量福报，实则亲手断送了自己解脱轮回的唯一机会。贪求天道安乐，便是自困牢笼；畏惧人间疾苦，便是自断解脱之路。这便是三界众生代代沉沦、轮回不止的根本原因。弟子听完豁然开朗，眼底的迷茫尽数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敬畏与清醒。他终于明白，为何诸佛菩萨古德先贤皆劝众生不执福报，不贪安乐；为何真正的修行者从不向往天道繁华，只求本心觉醒，跳出轮回。随即弟子恭敬叩首，虔诚问道：师父，弟子已然看透天道虚妄，天人局限。既然天道不可贪，福报不可执，人间疾苦皆是修行机缘，那我等凡夫众生该如何修行，才能不困福报，不迷安乐，真正挣脱三界桎梏，获得究竟自由？恳请师父传授破局之法。高僧见弟子真心觉醒，诚心求法，神色愈发慈悲，缓缓道出三界众生挣脱枷锁，获得究竟自由，跳出轮回的三层终极修行心法，字字千金，句句真谛，是所有修行者最核心、最落地的解脱秘籍。第一层心法：转念破执，不贪福报，不惧疾苦，重塑修行初心。凡夫修行最大的障碍，从来不是外界的磨难、周遭的境遇，而是内心的执念与贪求。想要获得真正的自由，首先要破除贪、福报、求安乐、畏疾苦的三大根本执念。从此往后，修行不再为求富贵、求顺遂、求天道福报，不再为消灾解难、趋吉避凶。我们行善不为换取世俗利益，只为涵养本心，培植善根。我们诵经不为积累功德、博取福报，只为清净心念，开启智慧。我们修心不为脱离人间疾苦，只为破除贪嗔，放下执念，觉醒本性。哈是以无求之心行有为之善，以超脱之心历世间之苦。面对人间疾苦，不再抱怨、逃避、焦虑、沉沦，而是坦然接纳，静心关照，明白所有磨难皆是历练，所有缺憾皆是圆满，所有疾苦皆是觉醒。不贪一时安乐，不执一世福报，只修一颗清净自在、通透慈悲的本心。当你不再执着福报，福报便无法禁锢你；当你不再畏惧疾苦，便无法折磨你；当你不再贪恋幻境，幻境便无法迷惑你。心念通透，执念破除，便是挣脱三界束缚的第一步。第二层心法：借苦修行，逆境成长，把握人间唯一修行机缘。既然知晓人间是唯一修行道场，疾苦是唯一觉醒契机，便要学会戒静心、见苦练心、借势修行。人生所有的坎坷挫折、得失成败，
人情冷暖、生老病死，都是修行的考题，都是蜕变的阶梯。身处顺境，不骄不躁，不贪不执，守本心存，正念行善事，修厚德，不沉溺安乐，不荒废修行。身处逆境，不怨不恨，不颓不弃，静心沉淀忏悔，改过精进不怠，在磨难中锤炼心性，提升智慧，破除业障。贫穷之时修知足感恩，勤俭向善；富贵之时修谦卑包容，布施利他；失意之时修坚韧通透，淡然豁达；顺遂之时修精进自律，敬畏因果。不逃避苦难，不贪恋安逸，在人间的起起落落、苦乐交织之中，日日修心，时时精进，破除层层执念，化解重重业障，积累点点慧根，把握人间千载难逢的修行机缘，不负此生，不负本心。第三层心法，深耕慧根，不求善道，只求解脱，锚定终极修行方向。所有执着善道、贪求福报、向往天道的修行，皆是世间有为法，终究梦幻泡影，终归败坏。真正的修行，从不是奔赴更高的轮回居所，而是彻底跳出轮回，彻底挣脱三界，彻底获得究竟自由。往后修行，不追求往生天道，不执着人天福报，不贪恋世俗安乐，所有的行善诵经、修心持戒，终极目标只有一个：哈什使，破除无明，熄灭贪嗔觉醒本心，成就菩提，跳出六道，自在解脱。日常修行之中，少求福报，多修智慧；少执外境，多观本心；少贪安乐，多断执念。坚持日行一善，常怀慈悲；坚持自省自察，改过迁善；坚持清净心念，远离妄念。一点点破除累世无明，一层层消解过往业障，一寸寸培植自身慧根，让自己的修行从积累轮回资粮，转变为积攒解脱根基，从根源上摆脱天人的宿命，跳出三界的牢笼，做到不困于境，不迷于相，不扰于心，不堕于轮回。这便是三界众生最究竟、最圆满的终极自由。听完高僧三段心法，弟子身心通透，豁然开朗，所有疑惑尽数消解，所有执念彻底破除。他终于彻底读懂了僧佛终极真相：凡夫贪乐避苦，故而终生轮回；智者戒苦修心，故而究竟解脱。天人的不自由是贪乐的代价，众生的解脱路是破执的归途。世间万千世人，终其一生都在追逐看得见的自由，追逐无苦无难、无忧无虑的安乐境遇，追逐福报圆满、尊贵顺遂的人生。殊不知阿什都真正的自由，从来不是外在境遇的极致安乐，而是内在心念的绝对觉醒。外在的安乐是最精致的牢笼，可见的福报是最隐蔽的枷锁。天道众生殊在极致，安乐沉溺幻境，丧失觉醒；人间众生赢在苦乐无常，历经磨难，拥有机缘。人间疾苦是上天赐予每一位修行者最珍贵的礼物。世事无常是唤醒每一个世人最温柔的契机。不必抱怨命运坎坷，不必嗔恨人生多难，不必羡慕他人顺遂福报，不必向往天道繁华逍遥。所有的苦难都是蜕变的铺垫，所有的缺憾都是圆满的开端，所有的磨难都是自由的阶梯。愿世间每一位众生都能看透天道虚妄，放下福报执念，不惧人间疾苦，珍惜此生机缘，在起落无常的人生中，修一颗清净本心，养一份通透智慧，积一份深厚慧根，不困轮回，不迷幻境，不执苦乐，不求浮华。于俗世中修行，于磨难中觉醒，于无常中坚守，最终挣脱三界所有桎梏，跳出六道无尽轮回，收获真正圆满永恒究竟的自在与自由。风停雨歇，古寺清明，钟声悠远回荡，穿过青山云海，唤醒世间无数迷茫众生。万般浮华皆虚妄，唯有本心是真如，破除执念，不惧疾苦，便是人间修行的终极大道，亦是三界众生通往永恒自由的唯一归途。